我有一个朋友非常喜欢用保鲜盒来装食物，有一天他就自己带便当去公司，中午用餐的时候拿出来，同事就跑过来看看他今天准备了什么好吃的食物，就在打开的那个瞬间，哇，超尴尬的！保鲜盒盖子上面的那一圈胶条啊，怎么通通都发黑又发霉了呢？他说啊，明明都很认真在清洗，怎么还会这样子呢？今天我就把保鲜盒本人邀请到现场来，教大家如何轻松的打扫干净，而且过程完全不用刷哦。Hello， 今天你好吗？我是左人执事，让我来帮助你整理收纳和清洗，别让周遭的环境打扰你内心的平静。今天需要的材料有温热水、脸盆、过碳酸钠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别忘了先订阅、按赞和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哦。前置作业：观察胶条发霉的情形。透过画面可以看到，在保鲜盒盖子胶条的侧面这里，全部都发霉了。这个地方是最容易藏污纳垢的。当你清洗完了，如果没有把它晾干的话，就容易出现发黑、长霉斑的情形，或者是用了错误的方法来清洗它，像是一些质地比较粗糙的刷具，容易刮伤它。这个时候啊，微生物就会在刮痕里面住下来咯。所以在清洗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。第一步，调制霉斑黑垢还原水。一开始先告诉大家，关键比例为1公升的温热水搭配10克的过碳酸钠，水温大概40度左右。那这里随堂测验一下，请问哪一种过碳酸钠的效果最好 ？A. 液态状的 ，B. 凝胶状的 ，C. 粉末状的。你的答案是？很好，答案就是 C. 粉末状的。如果答错了，观众朋友，待会下方留言写3次哦。帮它搅拌一下，让它均匀溶解。第二步，放入发霉保鲜盖和胶条。先拿出小工具叉子，把发霉的胶条拆下来。把胶条直接放入霉斑黑垢还原水当中。如果盖子上面也有霉斑的话，也可以一起放进去。记得水位高度要完全覆盖过去，不然就白泡咯。对了，忘了告诉大家，保鲜盒盖子上面的胶条如果是有颜色的，也可以用这个方法，不会造成褪色哦。第三步，等待30分钟。接着请等待30分钟。如果霉斑的情况比较严重的，请等待1个小时。为什么要等待这么久呢？表面的霉斑消失了，不就清洗干净了吗？其实表面的霉斑消失了，不代表深层的霉根也消失了。所以浸泡的时间一定要够，不然霉斑很快就又会出现咯。第4步，清洗干净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透过画面大家可以看到胶条上面的污垢都已经脱落下来了。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放到清水里面，把它清洗干净。今天我直接这样子做示范，那你也可以拿到水龙头下面直接用水冲洗都可以。今天示范的胶条，主人表示使用了3年都没有拆下来清洗过，所以在清洗过后仍有淡淡的色素沉淀。建议大家平时大概2到3周就要清洗一次，千万不要久久洗一次，不然一旦出现色素沉淀就洗不干净喽。左边是清洗之前的样子，右边是清洗后的样子。让我们一起找回家的感觉吧。